今天早起看这个奇树湖是没有雾的。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，我们起床看了一下，然后没有雾，所以就没有起来。现在11点整，我们一会儿就要去黄山，所以我们是中午才开始登黄山，晚上在黄山住一宿。因为我们看攻略了，不一定非得大早上去，你就在对面的这个停车场买票就可以了。从宏村到黄山大概需要50分钟。宏村到黄山的票我们现场去买，去看看去。有人在那儿候车了。来，坐车的。在这等啊，听广播啊。好嘞，谢谢。这边是户外候车室，室内也有座位。我们在外边晒晒太阳。黄山市的旅游公交看着简单，平平无奇，实际可太有用了。票也是统一的，管理很好，效率很高。中午出发爬黄山的好处是人少，可以坐大巴专车。这里淡季旅游实在是太适合自驾了，路上也没几辆车。最后到达黄山景区南大门，这里几乎可以称为是一个小镇了。这黄山山脚下比崂山的山脚下热闹太多了，这简直就是连购物中心都有。我们就不吃饭了，中午去便利店买点香肠带着，就慢悠悠的登山了。今天我们去南大门游客换乘中心去坐景区大巴车。我们得从这个桥过去，不要横穿哦。这个桥还挺漂亮。桥底下没有人行横道，一定要走这个桥。路两旁小店里可以寄存行李，下山之后来这边取也很方便。桥上的指示非常清楚，直接到达南大门的售票中心。黄山欢迎您 ，Welcome to 黄山。这边就是车票售票处，这个点都没有游客了。然后我是网上买好了，太空了吧？进站口，好，上边已经有4台了，都一样的，笑死！不允许带无人机进黄山景区，在这里进站安检的地方就会被拦下，登记好信息下山来取。下山的景区大巴车就停在外边的停车场，走2步进来取一下也不麻烦。来了，就这个云谷寺。一路都是盘山路，最后到达一个半山腰的停车场，步行去坐索道。下了景交车之后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商业区，里边也有蜜雪冰城啥的，还有卖吃的地方。哎，好酷啊！这垃圾桶，公益积分超市，我说就能感受得到这里的服务做得非常成熟了。那边就是步行登山道，需要3个小时。这边是索道入口。我们把景区能提供的便利全都用上了。真好，这个时候来，谁也不用等，也不用挤，就直接往上就走就好了。从那个景交车下来还要走个10多分钟、20分钟才能到这里。可以上吗？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关门了。黄山的索道速度不快，可以慢慢的欣赏黄山的风景。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后边的山慢慢的升起来，很神奇。我们到黄山了，可以开始爬了。今天能见度有点低，没有看很远。决战光明顶，光明顶我来了。我怎么坐云谷索道上来之后，先要往下走呢？不会是让我先下去，然后再上去吧？如果都是这种台阶的话还好。这边是第1个观景台。对郊区。来，我8个人拍一下。好，你们去。这个就跟富士山一样，然后我看着它在这个高度，然后拍的只有到这个高度。
前面就是石信峰的方向，我们要开始往上爬了。前边是石信峰，本来从刚才那个地方排队要30分钟，现在不用排队，直接上就行。其实就那个山顶，这个台阶好陡，得有80度。哇，大峡谷，这就比较平缓。已经看见对面的酒店了。走，围攻光明顶。这儿还挺好，就是上上下下的，不会让你一味的往上走。哎，这宽阔的路，到处都是能休息的地方。这个松树呢叫做黑松，我们高僧入定时看见黑虎卧于松顶，就是另一纬度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颗黑虎守护它的。这儿也能看见那18罗汉，这个就是人把它臆想成什么什么，现代人我觉得更高级，你知道吗？是精神上的，比如把我们自己比作牛马。这是北海宾馆，美式咖啡要37，别的还挺便宜的。第一个到达的是北海宾馆，真的距离云谷索道非常近。如果是下午才从云谷索道上来，或者一大早从玉屏索道上山，可以选择住在这里。在北海宾馆前方有个分岔路通往猴子观海，这一路稍微有点上坡。这需要啥登山设备啊？我觉得拖鞋都能登啊。这是曙光亭，可以坐在这儿看日出。这儿的风景太好了，看这背景，太帅了。不需要什么专业设备，就我们2个这个体力都可以爬。而且我还穿的皮鞋，今天我本来想带双运动鞋，但是有点太夸张了。3518克这个锁，逢考必过。这棵松没什么名啊。步步高升松，我给他命一个。好的。你看是这个，步步高升。这儿有个千禧之声，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运上来的钟吧。这下边就是酒店。听见了，我都拍不着。从猴子观海需要原路返回到北海宾馆，然后沿着路线继续走。这边我们休息吃东西，耽误了一会儿，之后继续出发。下午4点多了，仍然要走下坡。我还想着我是来爬山的，怎么都是下坡？不是要爬吗？这到了排云行旅，西海饭店这儿。这酒店怎么都这么安静呢？你现在心率多少？21。这么好，这个点位就是排云行旅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从大王松到西海饭店都是下坡，西海饭店到排云行旅是往上走，但是非常短的路程。在排云这里有个指示标记，从这里左转就是我们走的这条路，不左转一直往前走就是西海大峡谷。但是冬季这里不开放，在开放的时候可以去往西海大峡谷走1环2环，最后还可以坐小火车上到白云宾馆，这也是独一无二的体验。我们左转从这条路线走，地图上显示从排云宾馆到飞来石仅仅有1.5公里的路程，但我们觉得这1.5公里是整段路程最难走的路，一路几乎都是向上的台阶，比较陡，且路边没有扶手，集中上升高度，但隔一段路就有一个休息的地方。当天能见度不是很好，雾雾的，不能看很远，但由近及远，从看得非常清晰的山的表面，到渐渐的变成只有轮廓的山峰，到最后隐匿在雾里，层次渐变得很细腻，搭配夕阳的余晖也很好看。行知亭建于1985年4月。好，继续往上去看看去，有点险峻。我的天，这是块
大平地，这儿连栏杆都没有，你别来了。好，这是块大石头。哦，原来这里就是飞来石。从飞来石到群峰顶之间的路平缓了很多。看时间，我们赶不及去光明顶看日落了，及时登上了群峰顶等待日落。看完日落，继续往光明顶出发。太阳下落之后，山上温度骤降，立刻能感觉到冷，路边的灯也亮起来了。现在是5点26，我们往酒店走了。山上有灯光哎，但是我没有听说黄山有夜爬呀。有啊。有吗？有的。马上就到酒店了，就从那个排云宾馆到，就是差不多到飞来石吧，这比较难爬，比较累。比较累。那也就是崂山。崂山的水平对。决战光明之巅，我们到了。红岸基地就是这种感觉。嗯，对，是不是参考这个了？烤肠好香啊，10块钱3根，还挺便宜。明天我们还会上来的，关键是。对，知道吧？明儿反正就得回来。我们要看日出，一定要来看日出。嘿，您猜怎么着？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一定的事儿。从光明顶到白云宾馆是一个大下坡，到白云宾馆之后，我就再也不想上来了。前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小的商业区域，可以过夜的餐厅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进去发现很暖和，据说4点左右就不让在里边待着了。不过5、6点钟太阳也就出来了，身体好的、吃得消的可以在这里过夜。在这里右转就是白云宾馆。住店去了。白云后太哦，我就感觉小点儿。嗯，会便宜。就嘛，便宜一点。1号到5号上大约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订的房间。房间在 B 区，因为 B 区比 A 区会便宜个100多块钱。A 区就在就餐区域、住宿区域都在一起，就不用走了。而从 A 区走到 B 区呢，还要走几分钟，而且是有上下坡的，所以便宜在这里。双床房还要再便宜一点。然后房间很暖和啊，这些水啊，倒是什么都有，就是该有的都有。但也挺干净的，然后就这些。这个房间的价格呢是1300多。柜子里还有羽绒服，可以明天早上看日出的时候穿，还有雨伞。这是我们在官方小程序上买的套餐，包含1晚住宿、1顿自助晚餐和1顿自助早餐。另外，白云宾馆还可以选择床位住，适合单枪匹马勇闯黄山的孤勇者。我们已经先炫了2盘了，实在顶不住，先吃一点。有种活过来。说热量不够。不是，我是刚才那罐，我后背都是湿的。我是不是失温就是这感觉？就这感觉。到房间里休息的时候，我没有脱羽绒服，因为出汗，毛衣都是湿的，然后就越来越难受，有点像低血糖的症状，又有点像要感冒那种头重脚轻的感觉。在餐厅里把羽绒服脱了，慢慢就好了。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失温的症状，但一定要注意保持贴身衣物干燥。晚餐是火锅自助，晚餐提供的食物种类很多，甜品、水果、炸物都有，常见的涮火锅的食材也基本都有。还有炒菜区域，刚到餐厅，我俩先吃了2盘炒菜，非常好吃，2块红烧肉下肚，精神瞬间恢复了一大半。还有简单的饮料和粥等等，火锅蘸料准备的种类也很丰富，不论南方人还是北方人，都能调出自己想要的口味儿。
早餐的种类就不如晚餐丰富了，但是吃饱肯定没问题。吃过早饭，我们往玉屏索道方向出发。现在是10点半，我们大概10点15出发的，然后从白云宾馆返回到南大门。今天这个点人太多了，那个人流多2倍，我感觉得有。好，走吧。接下来就非常短的路程了，就直接到迎客松了，然后就玉屏索道回去了。知道为啥禁飞游客的无人机了？他们自己在飞无人机，还要运货，这要撞上就完蛋了。他这个可贵多了。从白云宾馆到玉屏索道这段路风景很不错，这部分大多数的路是靠山体修建，路的样子变化也比较多。步行的时候会离黄山山体更近，山上植被种类少，数量少，一眼望去就是松树和石头。这边拍照片会让人一眼识别出来，这就是黄山。而且往这个方向走，大部分时间是下坡，所以反向的话，从玉屏索道上来就会走2-3个小时的上坡。我觉得这边路线的上山难度，相比于从云谷索道上山，提高了3倍左右。好累呀，那个全是上坡。上面是个观景台，然后他要一直走这个上坡上去。所以带小朋友和老人的话，还是推荐后山上前山下，像我们一样。我们选择的这个路线真没啥难度。冬季西海大峡谷、天都峰和莲花峰不开放，我们窥见了封闭区域的一点点路，可以看见路很窄又很陡，爬山难度直接拉满。地图上天都峰全程要3个半小时。是很难的挑战了，但不一样的风景也在那里。来黄山之前，我们是在网上购票的。黄山的小程序非常全面，吃住行完全可以一站式完成。先是门票，190块钱一个人，云谷索道80一个人。从黄山景区南大门到云谷索道的大巴是19一个人，加上下山玉屏索道费用90，和返回到南大门的大巴车费用19。来一次黄山，一个普通人1天往返的必须花费要398，不坐缆车的勇士去掉来回缆车费用就行，门票和大巴车是必须消费。据说12月份安徽人可以免费爬黄山，那是要趁着这个时候来，一家人可以省好几百。不过虽然费用高，但是黄山的服务和硬件设施都提供得很好很全面。我来之前没想到爬山可以舒适到这个程度，冬季山上的卫生间也不停水，很干净。山上物价作为景区来说也不贵，可以接受。路上垃圾很少，经常可以看到景区工作人员在收拾。冬季爬黄山还是很简单的，这3个区域都开放的季节，完全可以安排满满当当的2天来爬，就是不知道身体能不能撑住。从迎客松离开就去玉屏索道坐缆车，我们到达玉屏索道的时候才12点多，下山的时候人也比较少。到下山买大巴车票的地方就已经开始提醒游客可以购回程票了，信息提供的非常及时，也很密集，车玻璃上都是告诉你在哪里购票，座位前方还告诉游客游览黄山的经典路线，这一点挺好，游客一点也不盲目。我们在南大门附近的餐厅还吃了一顿饭，才出发去黄山北站坐火车。在黄山景区南大门这个大巴车站，1层是去往黄山风景区的，2楼就是长途客车，去往黄山北站等地方，甚至去往南京的都有。还有我发现这个位置扔了好几根登山杖，这都是离开的游客扔的。所以1楼出发去黄山景区之前，先来2楼看看能不能捡一根登山杖用用。这次我们来没有看到黄山云海，没有看到冬季的雾凇，甚至连猴子都没有看到。我们这算是最保底的体验和看到最平常的景色了。所以你们出发前可以多一点点期待，说不定有什么额外的惊喜在等着。到这里，我们安徽黄山旅行的视频就结束了，感谢观看，下期见吧。